姜微初为了照顾婆婆和一双儿女，才不过20年的时间，就让自己熬干了心血，患上严重的病。而即便如此，也尽心尽力地伺候婆婆，直到老人去世，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好儿媳了。当她拖着病重的身体忙完婆婆的身后时，却意外迎来令她震惊的一幕：去世20年的丈夫竟带着他的情人大步走进了客厅，瞅她一眼后鄙夷地笑了：“姜微初，你既然病了，就该去医院。建国，送你阿姨去神经星号病院。”阿姨。姜微初对于这个称呼竟愣在原地，她盯着一旁的娇媚女人，才又开口：“她又是谁？”丈夫楚修明温柔地看一眼身旁的女人：“她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双胞胎的亲妈。姜微初，真的感谢你这20年尽心尽力伺候我妈，还有我的一双儿女，还拿钱养我和洛洛。不过现在你该走了。”听完她的话，姜微初苦笑一声：“楚修明，你这话什么意思？房子、孩子，还有你攒的那些钱，现在都归我了，而你已经快死，油尽灯枯，不该放手吗？”姜微初踉跄着要走，却被儿子扯住胳膊：“姨，我送你去医院。”不容他争辩，姜微初就被儿子楚建国送进医院。一系列的检查过后，他算是确诊了精神疾病，即便哭闹，也改变不了住在这里的命运。而自己的丈夫却夺走属于他的一切，享受温馨而富足的生活，他就如同坠入冰窖，暗无天日，每天只剩数着过日子了。不知不觉，时间竟过去3年，春去冬来，一眼望不到边的皑皑白雪，他已经等了3年。姜微初因为有病拖着，又被整日关在房间里，情绪十分紧张，早已是病入膏肓，而她原本娇美的模样早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可突然有一天，她竟等来了一个朋友。原本只是托病友的姐姐给自己寄了一封信，并不期盼有回信。然而才不过10天，周景琰已经出现在她面前了，修长的指尖抚上她惨白的小脸，自责地说：“对不起，我因为在最北边当兵，所以路上耽搁了。”姜微初挤出一丝苦笑：“我想离开。”“好，我抱你走。”有了周景琰的帮助，姜微初很快就被同意出院。坐上吉普车的那一刻，她深吸一口气，淡笑地望向天边的云彩，仿佛重生一般：“周景琰，我终于看到太阳了，真好。我送你回家。”家？她竟恍惚了。她娘家父母留下的房子早又被前夫霸占，而且突然们现在一家4口才是最亲密的一家人，而自己辛苦养家20年，不过是被婆婆和前夫算计，活在他们的谎言中。甚至自己生病，也是婆婆在临死前的半年偷偷给自己饭菜里下毒，为的就是让她能够早死，好给儿子他们腾地方。只可惜她没有如愿早死，才知道这么多真相，想想就觉得悲哀。是我在镇上买的小院，不算大，但胜在干净。姜微初，你愿意搬过去住吗？她感动地点点头。周景琰，谢谢你，在我临死前让我逃出那个牢笼，在小院住的这半年是姜微初最幸福的时刻。她已经奄奄一息，却是一直强撑着一份力气，伸手抚上她的俊脸。周景琰，我想一直记得你。他仿佛察觉到她的绝望，安抚地攥住她干瘪的小手。姜微初，我其实喜欢你，在20年前我就想跟你表白，只是阴差阳错，让我们就这么完美错过了。你要是现在愿意，可以嫁给我。她感动的眼泪婆娑，心里很感动，但却无奈地摇头。周景琰，你才40出头，事业还在蒸蒸日上，未来会有很好的生活，而我已经快死的人，跟你在一起的这半年已经是我偷来的人生。我此生无怨无悔，只希望在我死后你能活得幸福。说完这话，姜微初就死在了周景琰的怀里，过完他悲苦绝望的一生。想不到在醒来时，他竟重生到20年前。姜微初不敢相信地望着镜子里年轻貌美的样子，竟傻笑起来。婆婆看她这个样子，轻咳一声：“微微，我儿子，你丈夫刚死才3天，你竟然能笑得出来？难道我儿子死了，你好迫不及待地改嫁？”“妈，
我只是伤心过头了。见她认错，婆婆又朝她安抚地拍下手背。微微，这个家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在你们结婚的这半年，你和修明的感情也很好，你以后作何打算？妈，我会一直陪着你。听到她这句话，婆婆眼角闪过一丝喜悦，一闪而过，却被姜微初捕捉到了。上一世的自己真是太天真了，丈夫去世，自己哭晕过去，再醒来时，就再没有怀疑过丈夫的事，尸体是否下葬，死亡证明是否办理了，她竟一概没有确认。但重生回来，姜微初要直接反击，让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从眼前的婆婆开始吧。妈，修明去世后，尸体在哪？婆婆惊得后背一凉，强装淡定地说：你昏迷3天，正好是6月天，我就主张着把他尸体火葬了，而且户口也办理销户。微微，这都晚上了，你饿不饿？妈给你做饭吃。行吧，妈，那我再去屋里躺会。头还晕晕的，瞅着婆婆进厨房，姜微初就溜进婆婆的卧室，从户口本偷出了丈夫的那一页，还把曾经无效的一页放进去充数。婆婆不识字，只会数页数，这样一来就不会被婆婆发现自己去办理丈夫死亡证明了。有了死亡证明，就能把房子和钱都收进自己的口袋，就算婆婆再想折腾，也无济于事了。隔天一早，姜微初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办理销户。在工作人员盖好章的一瞬间，她竟长吁一口气，终于办完一件大事，真好。从派出所出来，姜微初就去了朋友家里，说明自己想卖房子。朋友之前就想买，现在给的价格很合适，两人当天就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只等全款到位，他们就能去行政部门办理房屋过户了。等到晚上回家，天已经全黑。姜微初刚进门口，就与婆婆四目对视，见她回来，脸上阴沉沉的。微微，你这一天不回家，都在忙什么？妈，修明去世了，但我们还要生活，我想做点小生意，正四处看店面呢。婆婆一早就知道她有做衣服的手艺，也就信了她的话，脸色缓和地拍一下她手。微微，娘命不好，早年就失去丈夫和女儿，现在又没了唯一的儿子，就只有你陪在身边了。妈，你需要人陪，过几天我就让很多人陪你聊天，帮你解闷，让你做最幸福的女人。微微，你真是娘的好儿媳。半月后，姜微初一大早就把婆婆送去了精神信号医院。望着门口的字以及等在他们身边的白大褂，婆婆脸色立马变了。姜微初，你这是干嘛？妈，你得了精神疾病，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即便我再忙再累，也不会忽略你。我儿子才刚死，你就想把婆婆关进这里？姜微初，你好狠心。姜微初看一眼身边的医生，张医生，我现在要走了，拜托您帮我照顾好婆婆。姜微初，微微，你不能把我送进这里来。婆婆被护士们搀着胳膊，根本动弹不了，被人约束的感觉让她脸都吓白了。这时姜微初折回来了，一脸鄙夷地望着婆婆。王菊花，你儿子明明没死，你却骗我他死了。不过这样也好，让我能够摆脱这个家，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你就在这个医院待一辈子吧。微微，你胡说什么？我儿子早就火葬，只是你没看到，就不能说他没死。而且你不能生育，就算改嫁也没人要你，你不如跟我做个伴，咱们娘俩一起过日子，不比伺候那些男人好。婆婆一脸的恳求，却被姜微初摇摇头。王菊花，我是傻，但不会一直傻，我已经交满20年的钱，等你儿子回来找你，你就能出来了。姜微初，你要去哪？婆婆真的急了，看她眼神都变得胆怯。我现在无家一身轻，自然想去哪就去哪了。送完婆婆，姜微初就拿着卖房子的钱去一趟银行，把钱存好后，就去了火车站，买一张去南城的火车票，奔向自己的幸福未来了。他突然来不对，让周瑾衍十分意外，但眼神闪过一丝喜悦。你怎么来了？是家里出啥事？
他对姜微初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刚结婚那会儿，好不容易回家探亲一次，想要去找他表白，却正好碰到姜微初在办婚礼，望着他一脸幸福的依偎在丈夫怀里，他一颗心都碎了。半年未见，姜微初突然近在咫尺地站在面前，让他心里砰砰乱跳起来。周景琰，我丈夫死了。节哀顺变，那个你饿了吧？我去给你打饭，正好是午饭时间。周景琰再回来时，手里多一个饭盒，里面装着可口的饭菜，让他猛咽下口水了。周景琰，你就打了一份，不如咱俩吃一份呗，他巴不得与他更亲密一些。周景琰摇摇头，我吃过了，这份你自己吃就行。姜微初静静地吃饭，而一旁的周景琰时不时给他递水，十分殷勤周到，让他嘴角一扬，迎上他眸子，说：周景琰，我丈夫死了，又是一个孤儿，现在来投奔你，你不会不管我吧？他说完抽泣一声，一哭二闹，女人招式用完，他就不信哄不住周景琰。我一直住在部队宿舍，不过可以给你租个小院，只要你不嫌弃的话。行，我跟你走。姜微初抹一下嘴，收起饭盒，就跟着他去镇上了。找好房子，简单的收拾一下，姜微初总算是有安稳的住处。望着干净整洁的小家，他都已经开始幻想他们美好的未来生活了。周景琰曾经的深情告白，以及两人完美的错过20年，这一次重生回来，姜微初绝不会让两人再错过了。人生漫漫，却也是人生苦短，他只想与喜欢的人一直腻在一起。夜渐渐深了，周景琰被他盯得脸红，轻咳一声地站起身。姜微初，我真的走了，晚上还要回部队值班。姜微初理解地点头。周大哥，我想问你一句话。你问他顿住步子，紧张地望着他。他犹豫片刻，才低声说：周大哥，我是一个丧偶的女人，外人都觉得不祥，你会嫌弃我，而从此远离我吗？他想也不想地摇头。姜微初，我们曾是一个村走出来的，本来就该互帮互助，人都有难过的坎，你放心好了，就算所有人嫌弃你，我也是你最后的靠山。周景琰其实想说自己喜欢他很久，如果姜微初愿意，他是可以照顾他一辈子，但想到他刚刚死了男人，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趁人之危，便把心里话硬生生咽回去了。姜微初感动的眼眶都红了，扯住他的衣角：周大哥，你有真好。两人总算是住在一个城市，姜微初也在周景琰帮助下开一家服装店，生意竟是意外的火爆。但他并不觉得赚钱就能让自己开心，因为姜微初发现，自从他来到小镇住下后，周景琰就极少来这里看他，而关于他的一些事就让他很有危机感了。因为他长得帅，人又忠厚老实，所以在部队里有不少女兵暗恋着周景琰，就连部队大院的那些家属也想将自己的妹妹或是小姨子介绍给周景琰。这个现象让姜微初暗暗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抓紧套牢周景琰，他不枉自己重生一回。周大哥，我今晚店里关门早，我请你吃饭吧。姜微初在电话亭挂断电话，就喜滋滋地望向天边的云彩，五彩霞光十分耀眼，就如同自己的心情，别提多美了。傍晚时，他故意早早等在餐馆外面，就是想早一点看到周景琰，结果他没有等到，竟引来了2个接混子。而这一切不过是他刻意安排的。走在前面的男人贪婪地一笑：小姑娘，这么冷的天，是在等哥哥吗？是啊，这么冷，不如让哥哥帮你暖暖手。另一个男人也凑近的想要跟他亲近，直接把人逼到角落，却被姜微初给了一巴掌，不但没把人吓住，反倒是让两人更兴奋了，一脸邪笑地盯着他。小姑娘，哥哥就喜欢火爆的脾气，做我的女朋友，哥哥能为你死。说话的男人掐住他的下巴，想要凑近吻他粉唇。姜微初根本反抗不了，眼看就要被欺负，身后传来冷冷的声音：把他放开。你谁啊？2个男人齐刷刷地望向周景琰，摩拳擦掌，
要对他动手，谁料手还没伸出来，就被周景琰抬手给一拳，男人的鼻子瞬间出血，另一个男人也没占到便宜，被一拳打在肚子上，疼得脸色煞白了。大哥，这个男人是练家子，我们先走吧。走，两个街混子不想被打死的趁机溜了。看着姜维初吓得脸色泛白，周景琰自责地说：“你没事吧？要不我带你去医院。”他一头扑进了周景琰怀里，抽泣着说：“周大哥，幸好有你，要是你不敢过来，我估计要出事了。”说完，他抱住翟腰的手力度更紧了，而周景琰从怀里掏出一包烤红薯：“我记得你以前爱吃，我现在也爱吃。”一包烤红薯终于岔开刚才的小插曲。来到餐馆里，姜维初给自己倒一杯白酒，一口干了，喉咙里的辛辣感让他脸颊泛红，冰冷的身体也跟着暖起来。接着又给自己倒一杯，想着继续喝，却被周景琰拦住了：“这就后劲大，你还是少喝点。”说完，他顺势递过来一杯热水。姜维出手捧着杯子，笑盈盈地望向他：“周大哥，难为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的，我以水代酒敬你一杯。”好，周景琰就这样痛快地喝了3杯，俊脸有一丝泛红了，看向他的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姜维初：“周大哥，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我住的房子是你帮我租的，刚才还救了我，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姜维初将早准备好的手表递给他了。他之所以送手表，是想跟他携手一生。周景琰微皱眉：“这礼物太贵重，我不能收。”他刚要推辞，却被他握紧了手：“周大哥，你不想要我的礼物，是因为你心里有喜欢女孩吗？”我听部队大院的张婶说，有不少的女孩都对你倾心不已，我又是一个丧偶的寡妇，也难怪你会嫌弃我。他故意这么说的，就像看清周景琰的态度。结果他忙摇头的解释：“姜维初，我在见面时就跟你说了，我们是一个村出来，也算是朋友，我怎么会嫌弃你？这样吧，礼物我收下了，你别伤心了好吗？你收下礼物，我就开心。”听他这么说，周景琰才长吁一口气，笑着举起酒杯：“我再敬你一杯，祝我们久别重逢，都能有好的未来。”周大哥，我的未来希望有你在身旁，帮助我，鼓励我，让我能有更大的进步。好，两人相视而笑了。吃完饭，姜维初假装喝醉，靠在他肩膀：“周大哥，你还没回答，自己有喜欢的女孩吗？”周景琰被他问得脸红了，深吸一口气，才说：“张婶说的都是谣言，我心里有在意的人，那人不在部队里。”“那是谁？”他紧张地问，眼巴巴地瞅着周景琰，让他喉结一紧。“你也认识？”姜维初伸手捂住他的嘴：“周大哥，等我生日那天，你再告诉我好吗？再有2月，就是他23岁的生日。”姜维初想在那天跟周景琰表白。好，周景琰手握住他的胳膊，两人亲密接触，让他耳廓都泛红了。但与喜欢的人就这么简单的望着，就足够让他心动了。他也在心里盘算着，等到姜维初生日那天，自己一定要向他告白，绝不会再错过了。生日的前2天，周景琰正在商场挑礼物，就偶遇到了女兵赵燕，想转身离开，却被他追过来了，扯住他衣角，娇滴滴地说：“周营长，你在看女人的衣服，我可以帮你挑。”他确实不懂女人的衣服，想着赵燕或许能帮忙，便敷衍地点头：“那你帮我看看，送女朋友是衣服好还是手表好？”赵燕微微蹙眉：“周营长，你有女朋友了？这与你无关，你只管帮我挑就行。”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关于自己和姜维初的事，谈恋爱是私事，他只想保护这份美好，吝啬的不想与别人分享。“周营长，不如送手表吧，手表代表时间，恩爱一生，多好的寓意。”他点头：“谢谢你了。”周景琰转身走向卖手表的柜台，低头专心选款时，赵燕还不死心地跟过来：“周营长，这是最新款，既时髦又洋气，现在女孩子都喜欢，就是价格最贵。你要是想送人，这一款也行，简约大气，永远不会过时。”“赵燕，你忙吧，
我可以自己挑。他直白的感人，让赵燕心里憋屈，索性也不装了，眼神灼灼盯着他。周营长，我一直喜欢你，咱俩年纪相仿，我爸又是你的老首长，你平时对我很照顾，也喜欢我对吗？他的强势让周景琰眉头一紧，不悦地说，赵燕，我喜欢的人不是你，而且你这样做让我很反感。他转身想走，就被赵燕伸手拦住。周营长，我没见你跟女人说过话，你说有喜欢的人，是不是骗我？赵燕依旧不依不饶，而且因为两人纠缠，引来不少的围观人，还有人在议论是周景琰辜负了赵燕。一时间，所有人的眼光都带着责备望向周景琰，让他无可辩驳了。眼看事情越来越僵，姜微初走近了他，主动地挽上胳膊，笑着说，大家好，我才是他的女朋友，而这位女生顶多是我男友的暗恋者。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就必须让他也喜欢我，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听了他的话，大家也跟着附和，事态急速转变，让赵燕不服气地开口，你少臭美，周营长年轻有为，会看上你这样的女人。今天姜微初穿得很素净，又是素面朝天，所以给人一种很朴素的感觉。姜微初懒得解释，踮起脚尖，在周景琰薄唇亲一下，才笑着说，周营长，你不是要送我手表，我们去那边看看。两人牵着手离开，围观的人也跟着都散开了，唯有几个没看够热闹的还站在赵燕身边。一个中年大妈笑呵呵地说，姑娘，你是暗恋而已，也不用太在意，你要是信得过我，大妈给你介绍更好的，一看就是热心肠的人。她身旁的女人也点点头，你不知道吧，张姨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好人缘，经她介绍的对象没一个不成的。赵燕听他俩说完，气得脸都绿了，我不用你们管，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碍眼了。脾气这么冲，难怪人家不喜欢你，是我也选刚才的女孩，又美又文静，一看就是过日子的好女人。张婶边说边朝赵燕白了一眼，我走还不成？赵燕吵不过，气鼓鼓地转身走了。在买手表的柜台前，周景琰感激地看向他，今天多亏你了，我们俩谁跟谁，你就别跟我客气，既然是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能现在挑了吗？他笑着点头。姜微初扫一眼柜台里的手表，挑了最便宜的那款，我就要这个了。我听这位大姐说，这个才是新款。她摇头，新款不适合我，而且我买东西从来只选合适我的，而不是最贵的，选男人也如此。姜微初说完，朝他一笑，惹得周景琰脸颊红到发烫。那就买这个，你喜欢最重要。两人买完手表，姜微初就提议，今晚把生日提前过了，正好可以在城里吃点好的。周景琰笑着答应，还带他去了战友的餐馆。最难受的菜是姜微初爱吃的川菜。姜微初倒蛮久，就笑着望向他，周大哥，你能陪我过生日，我真的很高兴。他想要仰头干了，却被周景琰拦住。姜微初，等我说完了，你再喝不迟。好，你说。见他专注地盯着自己，周景琰又脸红了，借着送出手表，才低声说，姜微初，我喜欢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姜微初一时语塞了，他不是难以拒绝，而是高兴的不知道说啥。见他犹豫不决的样子，周景琰眼神暗淡几分，刻意挤出笑地说，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他真的害怕自己说了表白的话，姜微初会远离他，那他们离朋友都没得做了。谁料姜微初竟扑哧笑了，我把你气坏了吧？见他突然笑，周景琰的俊脸更烫了，有种无地自容，想走却动不了的尴尬。姜微初站起身来，凑近他的俊脸，温柔地亲一下薄唇，才笑盈盈地说，周大哥，我也喜欢你，刚才没有及时回复你，是太高兴了。他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喜欢，眼神灼灼地紧盯着他，让周景琰终于笑了。我是第一次表白，倒不是怕被拒绝，只是怕你再不理我了，一旦爱惨了，就最怕失去，所以周景琰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敢更进一步。
只能说在姜微初面前，他是真的怂。周大哥，现在我们能喝一杯了吗？他笑着点头。姜微初笑着又开口，周大哥，祝我们彼此喜欢，也希望我们俩可以一直在一起。那得喝3杯。为啥？他狐疑地问。周景言眼神里透着柔情，我希望今生下辈子下辈子都能跟你在一起。我是不是很贪心？他羞涩的脸红了。没有，你想的我早就想过，而且我比你还要贪心，希望生生世世永远都能最先遇到你。虽然这些话很煽情，但姜微初觉得刚刚好，毕竟他是重生回来的，格外珍惜与周景言的每分每秒。然而他的话让周景言脸红到脖子，但却握紧他的小手。微微，我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很喜欢你。他不敢轻言说爱，是怕姜微初觉得太假，就想用以后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爱他的心意。周大哥，我再敬你一杯。姜微初不知道周景言的酒量如何，但他会尽量把人灌醉，不然如何进行他的下一步计划？在他意料之外，周景言的酒量很差，才不过喝了几杯就晕乎乎了。姜微初假装关心的轻拍他的后背，周大哥，你都喝醉了，不如就在家里住一晚。好，他醉意朦胧的点头。姜微初把人扶到床边，就递给他一杯温水。周大哥，你喝杯水再睡觉。他见周景言已经躺床上睡着，多喊2声也没反应，才胆大的直接关灯睡觉。看来今晚总算能按计划进行了。翌日清晨，姜微初哭泣泣地坐在床边，眼睛肿成鱼泡眼，看人都变得模糊不清了。见他哭得伤心欲绝，周景言温柔地哄他，微微，我们领证吧。好啊，他答应得太快。周景言狐疑的眉头一挑，我怎么觉得你仿佛很期待？时间仿佛停滞一般，卧室里的气氛十分的压抑和死寂。好一会儿，姜微初才抽泣地说，周大哥，我虽然是个丧偶的寡妇，但我不会赖上你。你要是不想结婚，其实我们可以当没发生过，只做男女朋友。等你啥时候想结婚了，或者想娶别人了，我都可以安静地离开。姜微初这招以退为进，让周景言眉头一紧，温柔握紧他的小手。微微，你在说离开时，我心居然是痛的。我不能没有你，嫁给我好吗？他苦笑着点头。两人很快就去部队领证了。在领证后半年，周景言不经意推开家门，就看到了母亲和小妹。他激动地走上前，娘，小妹，你们在家？微微呢？周景言的语气有些紧张。周小子，是你媳妇，她去村里接我们过来，还说你买好了小院，让我们在城里住下来。见儿子一脸懵，周老太微微一笑，周小子，你别担心，我们就是来看看，明天就走。刚说完，姜微初就走过来，手里端着刚蒸好的包子。娘，小妹，我刚蒸好的猪肉大葱包子，还有小米粥，我们这就吃晚饭。嫂子，我帮你。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里，周景言才望向他，见男人眼神尽是疑惑，姜微初笑着轻拍下他的手背，景言，是我自作主张，把娘和小妹接过来，你别生气，先给足了他面子。才又说，我开的那家服装店挣钱还行，所以我就趁着房子便宜，在部队大院附近买了一个小院，那里有城里最好的中学，正适合小妹和娘住，而且我已经打扫好了，你们随时可以搬过去。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可以常常聚一起了。微微，你来一下。周景言拉着他的小手，两人来到院子。坐在屋里的周老太望一眼八卦的女儿，敲一下她额头，赶紧吃饭，别盯着你大哥大嫂。娘，嫂子长得好看，而且心眼也好，你大哥早就惦记人家许久，这总算追到手了，我也替周小子高兴。不过就是不能有个孩子。哎，一想到楚家老太太的话，周老太心里就有些难受了。毕竟他们周家可是3代单传，到他这里多生一个女儿，本以为会打破魔咒，谁料竟娶了一个不生育的女人。但周老太心里又是真心喜欢姜微初，
他不禁劝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小两口过得好，他也就懒得管了。微微，你买房子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生气了？他摇头，我只是担心你。江微初捏住他的手，笑着说，景琰，我是你的媳妇，有义务照顾妈和小妹，而且我有这个能力，你放心好了，我没借一分钱。这给你。周景琰把自己工资折递给他，其实早就给过好几次，江微初一直不肯要，让他拿着钱孝敬婆婆，家里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妹妹，到处都得用钱。那我拿着了。江微初接过存折，顺势放进口袋，才踮起脚尖地攀上他脖子，笑盈盈地凑在耳边，景琰，我是你媳妇，你爱我吗？眼瞅着周景琰的耳根子泛红，他轻咳一声，才压低声音地说，微微，爱与不爱都太浅了，我想跟你过一辈子，如果可以，我想下辈子也跟你做夫妻。他低头吻上粉唇，在抽身离开时，两人恋爱都微微泛红了。大哥，嫂子，娘叫你们吃包子。周景琰沉稳地答应，故作镇定，但心里早就慌乱了。而一旁的江微初微微一笑，十分的娇美动人，让他再一次心里躁动了。对于江微初瞒着他把家人接过来这事，周景琰是打心底感动的，他不禁发誓会一辈子都宠着爱着江微初，此生不变。翌日清晨，一大早，门外传来敲门声。周景琰打开门，就看到怒意正浓的楚修明。你是？他认得楚修明，但听江微初说过，她丈夫早就去世，所以并不敢确定眼前的男人到底是谁。我是谁你还不知道？给我把江微初叫出来。我来了。江微初笑着走出院子，望着风尘仆仆的前夫，嘴角一扬的开口，你跟我丈夫长得很像，不过他命不好，早早死了，不知这位大哥叫啥名？楚修明冷哼一声，我是你丈夫。江微初，你还真的敢做，竟把我娘送去精神医院，还偷偷卖了房子，你就为了这个小白脸吧？江微初摇头，娘告诉我你已经火葬，而且我在派出所也给你办理销户。就问一句，我男人死了，难道娘家的房子我还不能处理吗？楚修明，你死而复生，我为你高兴，不过他故意欲言又止了。别啰嗦，你赶紧说。楚修明的火爆脾气让他抿嘴一笑，你一死，婚姻也就不存在了。那我现在活了，那就是你犯了重婚罪。楚修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南方做生意认识的女人已经跟你有了事实婚姻，如果真走到法律程序，你可能会坐牢。楚修明冷哼一声，竟不知如何反驳。一直躲在车里的钱婆婆从车里下来，就想对她动手，竟被眼疾手快的周景琰死死抓住胳膊。这可是部队大院，你要敢动手，我分分钟叫来警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找一个当兵的，够能耐了。江微初，你抛弃丈夫，将婆婆送进医院，受尽欺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虐待我这个老婆子。钱婆婆一屁股坐地上，就开始嚎啕大哭，引来无数的邻居，但大家只是静静看着，没有人管这闲事。毕竟周景琰是一个正直的人，有人在他家里闹事，那准是别人的错，所以这两个人不值得同情。哭够了，就赶紧起来。江微初不耐烦地说。见没人起哄，钱婆婆也哭得喉咙哑了，只能拍拍屁股起身，恨意地望一眼江微初，我和儿子是不可能再要你，但你要把房子和钱给我们。楚修明，你也这么想的？前夫点点头，那些本来就是我们的夫妻财产，你现在有男人有家，就该把那些还给我，而且是你不能生育，我才不要你的，你带走这一切算什么道理？江微初讥讽的一笑，就算我不育，那你就健康了吗？楚修明，我们结婚半年，聚少离多，说不定不能生育的是你。楚修明抬手想打人，却看到周景琰站在身前，温柔地护住江微初。见状，他只能尴尬地放下手。我不敢生孩子的事，你把钱给我，咱俩就算两清，
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眼看事情越闹越僵，周景衍凑近他耳边：微微，我去找警察来。他笑着摇头：我有办法赶他们走。说完，江微初看向前夫和前婆婆：这是医院的检查单，我当时为了顾及你的脸面，所以说不能生育的是我，其实婚检时有问题的是你。这不可能。楚修明看着化验单，一脸的狐疑，但上面泛黄的字迹他记得真切，确实是两人领证时帮他们检查医生的字迹。可就在前不久，他的女朋友苏洛刚拿一份孕检单子给他，说自己怀孕，还是龙凤胎。难道不孕症还能不治而愈？让楚修明陷入了困境。江微初淡然的一笑：楚修明，我知道你在怀疑，你现在可以回到男方的家里，如果时间来得及，可以发现一些秘密，比如你敬重的老叔其实是你情人的老相好。你胡说！楚修明被彻底激怒了，他也不恼，反而淡淡一笑：我说的真或假，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话没说完，楚修明就攥紧一把刀，抬手向他刺过来。周景衍情急之下，竟用手握住了刀尖，鲜血直流，而他冷淡地扫一眼楚修明，还不松手。他的冷漠让楚修明吓得忙松开手，而周景衍也将带血的刀子交给一旁的警察。他要伤害我媳妇，这是赃物，不容置疑。警察带着楚修明母子直接去了派出所。江微初见人都走光了，才一头扑进他怀里，呜咽的小声抽泣着：景衍，我想去南方一趟，我跟你一起，你就不怕？我跟楚修明纠缠不清。周景衍温柔的在他额头吻一下，才低声说：我们结婚都半年，还没带你去外面逛逛，这次就当是我们蜜月旅行了。景衍，你对我真好。江微初凑近薄唇，却被他主动吻上了自己，两人吻得难舍难分了。几天后，江微初从警局把楚修明母子接出来了。就算是你撤了案子，我也不会感激你。楚修明冷冷地说：我无所谓，准备一下，跟我去南方一趟。干嘛？你想要欺负苏洛，我跟你没完。楚修明打心里还是很爱苏洛的，毕竟在最难的时候，是苏洛在街边递给他一个包子，这份情他能记一辈子。少被迫害妄想症，我只是去蜜月旅行，顺带帮你解决麻烦。麻烦？江微初点头。你情人坏的孩子并不是你的，而是你情人老叔的孩子。你或许不信，他们其实根本没亲戚关系，只是在你面前的障眼法。楚修明，你要是不想弄清楚，最多我不管了。你为什么帮我？我才懒得帮你，只是苏洛破坏我的家庭，我也让他一无所有。不仅如此，江微初还要让楚修明变得一无所有。你要是骗我……话说一半，江微初抢过话：我就把卖房子的钱都给你，定好行程，一行三人就匆匆去火车站了。南方的某个小区，江微初看着站在门前犹豫不决的楚修明，轻咳一声，才说：他们就在房间里，你要是不想面对，就可以现在走人，继续装不知情，抚养你的一双儿女，照顾你的老叔，反正与我没有半分关系，也不会从他身上再讨到1毛钱。楚修明轻柔地转动钥匙，在打开门时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瞪大双眼了。果真如江微初说的，苏洛和老叔抱在一起，情意绵绵的样子让他恼火地动手打人，直到打够了才揪住老叔的衣领，告诉我，你跟苏洛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跟他一个村的，在外面干包工头，挣了不少钱，后来苏洛来城里打工，就跟我好上了，但没多久我就染上毒瘾，把挣的钱都输光。正在我们打算回村里的时候，你就出现了，之后的事你都知道了。苏洛是这样吗？衣衫不整的女人百口莫辩，但她扯住楚修明的衣角，哭泣泣地说：修明，我怀你孩子了，你不能离开我。呜呜！楚修明猛地扯开她的手，将不育的单子递给她看，吓得苏洛后退一步。你没有想到吧？不能生育的竟是我。苏洛，我们分手吧。楚修明说完，
就气鼓鼓地走了。而一旁的姜微初一脸笑地望着苏洛，我真的很感谢，在我临死前你告诉我的这一切。苏洛，你曾夺走我的一切，把我毁得彻底，现在你也一无所有了，这真是苍天有眼。你说什么？苏洛听得懵了。什么死啊活的？他分明从未离开南方，更不会见过姜微初，难不成眼前女人是一个疯子？你就当我疯了吧。姜微初一脸幸福的挽上周景琰的胳膊，景琰，我们走吧。好，两人幸福的离开，绝美的背影让苏洛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望一眼杵一旁的老叔，我们回村吧。这恐怕不行，我和张大姐约好去她那边住的。苏洛，要不你先回村里养胎，等我骗到钱，不是，等我赚到钱就回去跟你团圆，好吗？好啊。苏洛踉跄着走出房子，原来他才是最惨的那一个，不仅失去了楚修明，更是连老男人都背叛自己了，还怀了孩子，老天真是要把他往绝路上逼。从小区出来，姜微初就望着等在门口的楚修明，挽着周景琰走近他，你还有事？微微，我们复婚吧。见他不语，楚修明低声哄他，微微，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我知错能改，你就原谅我一次，成吗？可我把房子卖了，还把婆婆送进医院，楚修明，你就不恨我？他坚定地摇摇头。姜微初将结婚证递给他看，楚修明，我已经结婚了，咱俩的事在刚才就已经彻底结束，你还不明白吗？可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他苦涩一笑，我做过一个噩梦，在梦里你骗了我20年，我养着婆婆，还要帮你养一双儿女，最后在婆婆去世后，竟被你的儿子送进了精神医院，在里面硬是被折磨3年，才终于解脱了。楚修明，如果这个梦是真的，你觉得我还敢再跟你在一起吗？姜微初重新挽上周景琰的手，两人依偎着离开了。而独留楚修明在冷风里站着，落寞而又无力。原本他想抢回一大笔钱，跟心爱的女人过幸福的生活，再等着双胞胎生下来，丢给姜微帮自己养着。然而才不过顷刻间，就一切都结束了。两人散步走到商场门口，周景琰顿住步子，温柔地说，微微，你还没有一个戒指，不如我们今天买一个。好啊，你送的礼物我都喜欢。在商场的柜台前，周景琰挑好戒指，付完了钱，才一脸认真地望着他。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他竟单膝跪地，举着戒指，一脸宠溺地说，微微，我不算出色，也不够有钱，但你依然选择嫁给我，是我赚到了。但我们结婚这么久，我连一个首饰都没送过你，今天的戒指只是一个开始，再往后余生，我会一直对你好的。姜微初望着黄金戒指，伸出纤纤玉手，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戴好戒指后，两人深情相拥在一起，如此的俊男美女，让路人都艳羡了。未来的日子有太多的不可预测，但姜微初心里坚定，此生嫁给周景琰，她无怨无悔。3年后，姜微初挺着孕肚，正在服装店整理进来的货，门口进来的钱婆婆一脸鄙夷地看着她，姜微初，你男人都失踪半年多，你这肚里的孩子……话才说一半，就被姜微初的婆婆一盆脏水给浇了一身。我说楚老婆子，你都眼斜嘴歪，说话还没口德，就不怕另外半边脸也被拴住？周老婆子，我说的前儿媳，你在这叽歪什么？是不是说到你痛点，你心里难受了？难受个屁！楚老婆子，微微是我的好儿媳，你要是再说一句坏话，我撕烂你的嘴！赶紧走，这里不欢迎你！婆婆赶走楚老婆子，才安慰地朝她一笑。微微，她这种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你现在怀着孕，可别胡思乱想。周小子只是在外面执行任务，一定会安全回来的。娘，外面都说是我命硬克男人。婆婆摇头。微微，照你这么说，我男人死得早，那我也是克夫命，那都是封建迷信，你别当真。
而且周小子福大命大，才娶到你这样的好媳妇，就算有啥万一，你也是我的好儿媳。娘，江微初感动的眼泪汪汪了。孩子，别怕，周小子不回来，有娘在你身边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婆婆慈祥的笑，也让江微初破涕为笑了。她万万没想到，同是当婆婆的，对自己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她感激上苍给自己重生一次的机会，才遇到这么好的婆婆和这么爱自己的男人。临近生产时，产房门外，婆婆和小姑子紧张地来回踱步。两个女人总是没主意的，遇到护士来找他们签字，吓得两人脸都变了。婆婆强装淡定地问护士：“人进去好好的，现在签字是大人出事了吗？”因为是双胞胎，又加上胎位不正，会有生育风险。不过你可以放心，只是一个流程，不一定会做手术。婆婆摇头：“护士，麻烦你跟医生说一声，不论何时，我们都保大。只要大人好好的，孩子我们可以不要。”娘。就在这时，周景琰一脸疲惫地跑过来，手臂挂着绷带，还在往外渗血，显然受了很重的伤。周小子，你赶紧去看一眼微微，她这次是难产。娘，我进去陪她。说完，周景琰在签完字后，跟着护士走进产房。微微，是我，有我陪着你，你不会有事的。周景琰温柔地摸一下她的小脸，宠溺的眼神让江微初挤出一丝笑。景琰，能看到你真好。在经过医生的努力，江微初顺利生下一双儿女，小家伙都十分健康，而她也身体稳定，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生完孩子后，她就被转进普通病房。周景琰一刻不离地守在床边，在等待4个小时后，终于看到她醒来了。微微，你有儿女了，她们可爱又漂亮。周景琰心疼的在她额头吻一下。半年多未见，江微初竟变得如此消瘦。她心里暗暗发誓，有一双儿女足够，此生再不想让她受生产之苦。江微初伸手抚摸她的俊脸，随后摸上她手上的胳膊，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了她。景琰，你能回来，我就放心了。周景琰眼眶通红，眼泪在眼睛里打转。都说男人有泪不轻弹，而她却被感动得想哭了。周副团长，你不会真要哭吧？那以后你的儿子女儿都跟你学着爱哭，我可哄不过来。他笑着打趣他。周景琰宠溺的在他手背吻一下，才情深切切地说：“微微，我无论当多大官，也是你的周景琰，是你给我一个幸福的家。以后我们一家4口再不分开了。可我还想再多生几个孩子。”他摇头：“微微，我不想再让你经历生产之痛，我有你就够了。”那孩子们呢？江微初淡笑地问。他们只是例外，而你才是我最爱的人儿。